们、先生们，本次航班已经降落在江东机场，请您拿好行李，准备下机，谢谢。迎宾旅客的朋友请注意，由仰光飞来的 AB5566次航班将于7点40分到达。当初您从国外回来，要不要调整一下？没问题，准时航停。江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江东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刘明刚犯抢劫罪一案，现在开庭。大家请看大屏幕。老板，这个多少钱？哎，站住！什么东西？哎，你干什么？东西！被告人刘明刚，公诉人播放的视频，你有意见吗？没有。辩护人有意见吗？没有。请公诉人继续出示证据。这是被告人刘明刚的行凶凶器，刀刃上提取的血迹，经鉴定是被害人所留。被告人，刚才的这件物证，你有意见吗？没有。辩护人呢？不用。审判长，公诉人申请本案的目击证人，药店管理员高丽娜出庭作证。传证人高丽娜到庭。证人坐。公诉人，你可以发问了。高女士，请问今年4月23日上午9点钟，您在哪里？我在药店上班。那个男的趁我们不注意，拿一盒很贵的虫草偷偷装起来，想偷出去。站住！没什么东西。老板上前制止。没有。你在干什么？结果他就拿出刀捅了老板。我赶过去，老板已经倒在地上了。谢谢，我的问题问完了。被告人，你有问题要问证人吗？没有。辩护人呢？没有。天哥，人和我一起来。
老高出差好多天，回来了到家换了身衣服就去开庭了，连人影都没见到。剩下的证据先不出。好，告出。请公诉人继续出示证据。审判长，控方举证暂时到此。反对审判长。公诉人需将起诉书所列证据向法庭全部展示完毕后，才能结束控方举证。审判长，公诉人认为，起诉书所列证据只是控方举证的最大范围，公诉人举证只要不超过这个范围即可。至于哪些需要在法庭上出，哪些不需要出，公诉人有自主选择权。况且公诉人并没有说举证结束，而是暂时到此。控方举证暂时到此。被告人，你有什么证据要向法庭出示的吗？没有。辩护人呢？有。审判长，辩护人申请证人到庭。证人姓名？刘明强。带证人刘明强到庭。你是哥哥还是弟弟？弟弟。今年4月23日上午9点，你在哪里，在做什么？我和哥哥刘明刚去药店偷药。偷的是什么？虫草。为什么要偷虫草？我妈妈病了，想给她补身体。大家肃静。药店老板的刀伤和你们兄弟2人有关吗？有关。既然有关，为什么你的哥哥在被告席上，而你不在？因为我哥说是他知道杀的老板，刀子是他的，我并不知道他带着刀，跟抓人没有关系。所以你只是盗窃未遂，又因为和虫草的价值不算巨大，所以检察院对你做出不起诉处理，是吗？是的。那你的哥哥说的是事实吗？不是。大家肃静。那事实是，摔倒的人是我哥刘明刚，扎老板的人是我刘明强，刀子是我的，我哥哥没有扎人。审判长，我弟弟糊涂，摔倒的是他，扎人的是我弟弟没有扎人，你们不要听他胡说啊！请被告人尊重法庭秩序，不要随意发言。请问公诉人有什么要提问的吗？证人刘明强，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在法庭上的身份？知道。证人。证人如果违背事实作证，将会承担法律责任。如果人是你扎的，你将承担抢劫致人死亡的刑事责任，最高可判处死刑。如果人不是你扎的，要承担伪证罪的刑事责任，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这个你知道吗？反对。审判长，公诉人在威胁我方证人。辩护人，公诉人只是告知证人的法律后果，不是威胁。审判长，目前兄弟2人均称自己是被告，而杀人与对方无关。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公诉人根本就没有充足的证据来证明到底谁是行凶人。根据疑罪从误的原则，既不能判定刘明强犯抢劫罪，也不能判定其犯伪证罪。当然，刘明强的哥哥刘明刚的犯罪事实也不能确定。大家肃静。就知道是这样。双双，你今年的生日会还是我来帮你办，到时候我会好好说说老高的。他只有他的工作，说又有什么用？这件事你就放心交给铁力爸爸吧，啊？行，那我去上课啦。去吧去吧，那我挂了。没事吧？你怎么开的车？啊！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还是个女的，我就知道赛车场上有女的一定不吉利。哥们儿，咱说话注意点行吗？你少跟我扯，现在受损失的是我，说怎么赔吧。
我看你这力手力脚的也没什么事儿啊。我是没事儿，我车怎么办？啊，兄弟，咱想碰瓷儿呢就直说，而且既然上了赛道，就应该有承担风险的准备，爷们点行吗？少跟我扯！今天不赔我车，你不要想走出去。凭什么呀？干什么呢？就不要想走，别挡道啊！他把我车碰了，赔车，不赔就不要想走。哎，兄弟，这出来玩磕磕碰碰难免的吧？这人有事儿去医院，车有事儿咱们有保险，是不是？行了行了，都散了吧，散了吧啊！哎，你不能走！哎，松开，没完你没赔了！我车呢！我说兄弟几个，你们好意思啊？你们几个大老爷们儿在这里欺负一个女孩，这关你什么事儿啊？这车是你的车，你在这你再碰一装好人下试试？怎么样？不是，有什么咱们不能心平气和在这聊吗？赔车，赔车是不是？赔车。聂亮，我赔你，可以了吧？赔呀！公诉人也要说明一下，辩护人逻辑很清晰，但却存在一个问题：当一个人要么他犯的是重罪，要么犯的是轻罪，但具体是哪个罪不清楚时，那该如何处理呢？是认定他无罪，还是认定他轻罪？辩护人的逻辑是疑罪从无，这显然不符合我们相关的法律规定。正确的做法是认定轻罪，这叫刑疑为轻，它是疑罪从无原则的上位原则。那不知道有没有考虑过刑疑为轻的原则呢？今天法庭所讨论的，并不是刘明强要负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刘明强退庭。公诉人还有证据向法庭提供吗？有，审判长，我们需要对刘明强、刘明刚的 DNA 进一步进行比对，再结合提取的生物物证，向法庭证明真凶就是刘明刚。审判长，如果公诉人要做的是这项工作，那辩护人不同意延期审理，因为同卵双胞胎的 DNA 鉴定是无法区分开来的。公诉人做这项工作等于是在浪费时间。刑事案件事关生死，法律程序一定要严谨，不管是公诉人还是辩护人，都要慎重。能不能鉴定出来，试一试才能知道嘛。控辩双方都不要争了。这样，公诉方提出的要求有道理，本庭准许。本案延期审理，等待下次开庭。休庭。再添你2万，够不够？可以走了吧？走。行了，妹妹，没事了，走吧。哎，那个谢谢啊，不好意思啊，给你添麻烦了。那个我怎么把钱还你？哎，别走啊你！高进，高处，我先上去了。这回你赢的恐怕没那么容易了。我每次碰见你，赢的都不容易。不过我要提醒你啊，刘明强的翻供最好不是你做工作的结果。啊，我在你心目中职业操守就这么差呀？真的是他来找我的。临上庭之前，我反复跟他。律师和辩方证人的沟通不要告诉我，我只是提醒你。谢谢师哥的提醒。我爸下月生日，你来吗？叶老师过生日，哪次我忘过呀？举手啦！
清蒸鲈鱼。永不放弃。你们都去吃饭吧，去吧。啊，王家把那个递给我。尝，看看我这个技术有没有提高，跟你妈妈做的还差多少？味道怎么样？破鱼汤搁鱼鳃，拍断鱼骨，浇上豉油，上笼屉。这端上来的鱼啊，是粒而不散，色香俱佳，深得精髓。比得上吴清厨师。你说说这味道怎么样？可惜就可惜在这儿啊，这五星厨师的味道，怎么能跟我妈妈的比呢？菜是这个菜，但味儿已经不是这个味儿喽。还有啊，您忘了您的承诺。你不让我去你母亲的墓地上祭拜，我没去啊。我允许你去，你有时间吗？马月月杀人的事情已经让您忙得不可开交了吧？这个时候还能腾出时间为我下厨，真是谢谢您。邓总早。早。邓总早。早。邓总，有位阿姨说想见你，等了您很久。您是邓律师吧？您是？邓律师，您一定要救救我的孩子。他们说你打官司从来没有输过，你一定要救救我的孩子。您先别激动好吗？他们说打官司需要很多钱，我现在已经把老家的房子抵押了，我这有10万块。邓律师，你只要能让我的孩子不要坐牢，帮我打赢官司，我全都给你。这位大姐是这样子的，我们这儿的代理费不低于20万，您要不要考虑一下法律援助？或许不需要花这么多钱呢。帮我送一下大姐。好，阿姨你。邓律师，您起来，您先起来，帮帮我吧！您先起来说话。你不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只要让我孩子不要坐牢。起来，他是冤枉的。坐，来这儿坐，好好说啊。邓律师，这么说你答应我了吧？我还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案子呢。是这样的，要不您看这样，您留个联系方式，回头我们找个时间好好聊。我这边手上还有其他的案子，占用了别人的时间，对别的客户也不公平，对吧？好，您留下联系方式。邓律师，这是我的联系电话。行，您贵姓呢？我姓王。王，好的。大姐，您先回去报宽心，回头我们联系，好吗？邓律师，你一定要跟我联系啊！好的，帮我送一下。阿姨这边，谢谢邓律师。没事儿，谢谢。回去吧。阿姨慢点。以后没有预约的客户一律不见。我不希望那样的事情再发生。但是这……喂，邓律师你好，有一桩案子，不知道邓律师是否感兴趣？您哪位？这个不重要。江东市发生一起
犯罪嫌疑人马月月，目前就关押在江东第一看守所。为什么打给我？我关注你很久了，我相信，只有你能证明马月月是无罪的。马月月目前处境很不妙，你可要抓紧了。我需要考虑一下，没法现在回复你。我知道，邓律师代理费用不低。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案子代理费过百万。代理费用这么高，辩护难度一定很大吗？你只要告诉我，到底是接还是不接。您先把委托书传给我吧。邓律师果然是快人快语。希望我没有看错人。马月月故意杀人案，与您、与我、与江东集团都毫无关系。我要掉以轻心，这件事情啊，必须迅速解决。您放心吧。马月月对我们的事情到底知道多少？毫不知情。那就好。看到没有？向我施压了。该我走了吧？律师找了吗？找好了。最好的？最好的。代理过不少案件，胜诉率非常高。务必办好，可以不择手段。双儿，起床了。小双，起床，已经7点了。你起来以后洗漱，我做早餐，10分钟以后开饭，有煎蛋和牛奶。你还想吃什么？告诉我。小双，爸爸进去了。老高，我去上学了，饭吃过了。站住！抓小偷！抓小偷！别跑！别跑！抓住他！快抓小偷！哎，别跑！快检查一下，看有没有少东西。谢谢你啊。没得。以后还需要您到派出所配合一下调查。哦，我是检察官助理，以后有什么事情需要调查的，就到检察院找我。我叫付小柔。
的案件卷宗。高健，方检总，哎，方姐，您怎么还过来了？我本来想放下包到您的报道呢。辛苦辛苦啊！这次国外抓捕，你的指认配合工作做得不错，领导们很高兴。哎，你可给中国的检察官争了光啊！没有没有，又立了一功。立什么功啊？您请坐。这次出去也耽误了很多工作。哦，这个问题是该解决了，不能一个人包揽天下吧？我给你配了一个检察官助理。检察官助理，政法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人家呀点名要跟你学习，上周就来报道了，你不在，我让他今天就来找你，好好带带人家。您给我配备了个女的。你怎么知道是个女的？我想我们应该见过了。请问你找谁？啊，你好，我是来报道的。请问高健出场在几层？在5层。谢谢啊。啊，你好，请问高处在哪个办公室啊？啊，在那儿呢。哦，谢谢啊。哎，等会儿，你找高处啊？高处他正在开会呢。你是？我是他新来的检察官助理呀。那你先坐那儿等会儿，啊？啊，好，谢谢。怎么没有高处的照片呀？那高处是高级检察官，怎么可能在这儿呢？哎，看见我了吗？我看见了吗？张小波也是检察官，你记住了啊。你是高处粉丝？是啊，我知道他很多传说的。前不久破获那起持枪抢劫杀人案，那个犯罪嫌疑人戴着面具作案，被抓了以后还拒不认罪。还是我们高处看了录像以后，发现他冲着工作人员大吼大叫，就在柜台上找到了他的脱密星子，固定了证据。还有他上……等会儿，你这都听谁说的？我们学校都这么说呀。他在我们学校可是风云人物。这是传说。传说？那实际上呢？实际他，哎，他有外号，叫鬼见愁。鬼见愁？待会儿你就知道了。哎，他完了，来。傅小柔，大学4年，特等奖学金，毕业考核成绩全优，全省公务员考试第1名，司法考试高分，进检察院，点名要进我的检察办公室。不过见面不如闻名，为了抓住罪犯，把自己摔下车，行事鲁莽且不懂自保，大庭广众之下卖弄学问，言之凿凿说自己是检察官，过分高调。我是检察官助理，以后有什么事情需要调查的，就到检察院找我。我叫傅小柔。作为目击证人，不积极配合民警做笔录，让人家到检察院来找你，耽误警方办案。不是，出去吧。我们见过面了。哦。哎，小同志，这么快见完了？连句话都不让我说。你可不是第一个在高处这儿碰壁的。来，喝点天然水，别生气啊！我跟你说啊，人无完人嘛。我们高处以前做检察官助理的时候，也遇到过疏忽，这种疏忽就造成了他这样的性格，所以才变成鬼见愁的。哎，你干嘛呀？我问你呢嘛，是不是因为这件事变成鬼见愁的呀？
你不觉得鬼见愁这个名字很土吗？我让你出来是干嘛的？反思自己的行为。反思不在工作时间。张小波，到。这是我的检察官助理，把陈检察官留下的卷宗拿给他看看，熟悉一下案情。立刻去办。是。过关了。以后咱俩就是同事了。哎，我跟你说啊，鬼见愁不是我说的。邓总，委托手续已经办好了。这个案子介入的时间晚了，现在要争分夺秒，尽可能掌握所有的情况。这个案子我们一定要接吗？这个案子值得做。我看过卷宗，马月月的确承认自己撞被害人致死。但是被害人是不是因为车祸致死？警方虽然有初步的意见，但是依然存在疑点。可我总觉得这个案子胜算的可能性不大。找上有难度的案子，才能够让自己快速成长。我有预感，这个案子会让我们一举成名。你准备一下，马上跟我去看守所。这是犯罪嫌疑人马月月，被害人也就是死者杨天。案发时间是2016年4月12日晚11点30分。同年4月13日，马月月主动投案自首，由江东市公安局执行拘留，因案情复杂，延长刑事拘留期。4月20日，经江东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批捕，本案由江东市公安局侦查终结，于目前移送本院审查起诉。犯罪动机是什么？经公安依法查明，犯罪嫌疑人马月月和被害人杨天属一家公司的高管。马月月长期与杨天关系不和，逐渐导致怀恨在心。犯罪过程：2016年4月12日，犯罪嫌疑人马月月约被害人杨天在江东市铁东区新奥新停车场会面。我叫邓凯文，他叫沈杰，我们是卡米洛特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你是马月月？是。你想请我们代理你的案子？是。你有什么想说的吗？你会救我吗？那要看你肯不肯跟我们合作。如果你愿意相信我的话，你必须如实的把当天所有的情况，包括细节，都告诉我们。那天我约杨天在停车场见面，我们这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次，我同意了吗？是你答应过我的。证据在我的手里，我什么时候叫你过来，你就得什么时候到。杨天，你也太过分了，我还有家庭。跑到这儿来跟我谈家庭，你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总不谈家庭。不是。后来，我们就吵起来了。吵完后，杨天下车。他在车外，不停地向我挑衅。看着他，
我脑中一片空白，只想彻底摆脱车外的这个混蛋。厌恶、耻辱、愤怒，我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我该珍重了他。我很害怕，怕他没死，还会继续折磨我。杨天进行2次碾压，并随之逃离现场。停车场看护人员孔令新巡查时发现了受伤的杨天，拨打了120电话。之后，杨天被送到江东市医院救治。杨天经医护人员全力抢救，仍在4月13日凌晨5点钟死亡。这是法医出具的鉴定意见。证明杨天生前因车祸2次碾压，导致头部、肾脏、肝脏等多处器官受损而死亡。马月月多次接受公安机关审讯时，供述了犯罪事实。经公安机关依法调查，根据已有证据判断，他涉嫌故意杀人罪，罪名成立。这个案件经过网络发酵，现在已经成为我们江东市乃至全国的新闻热点。副总经理撞死总经理，已经成了社会焦点，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案件的重要性了吧？知道了。我们的任务呢，就是完整的梳理一下这个案子。行了，干吧。顾先生，请坐。没想到叶律师这么漂亮啊！顾先生这么说，是在夸我吗？此话怎讲啊？您夸一个女律师漂亮，无疑是在贬低她的智商。有什么事请说。啊，还是我起诉我老婆离婚这个案子。我想我已经说过了，我不给打女人的男人做离婚代理。我是相信你的能力，才一定找你的。我知道，只有你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邓总，马月月的案件，您压力很大。时间有点晚了，案子已经起诉了，只能靠法庭上的努力。我跟罗主任协调一下，抽调几个人过来。2根肋骨骨折，再加上体表的多处淤青和挫伤，达轻伤标准，或者很有可能你会构成故意伤害罪。不会吧？很轻，我就是用拳头小小的教训了他一下，轻伤，没错。顾先生，就算是轻伤，那也触犯了刑法。但如果他执意要司法机关依法惩处，他敢？他敢。您的妻子刚刚离开律所，我现在是他的代理人，我已经建议他去公安机关报案了。你，我有一个合适的人选。什么人？我的一个师妹，一直从事刑辩工作，经验很丰富，在大学时代就是货真价实的法学学霸一枚，在职场上
碾压众生毫不客气。你怎么这么做？你立即拒绝我老婆做我的代理人。对不起，顾先生，我们律师一旦成为代理人，如果没有正当的理由，是无法拒绝当事人的委托的。况且，我也不能够同时接受利益冲突双方当事人的委托。抱歉。我老婆给你多少钱？我出双倍。你老婆给的代理费和您给出的一样多，但现在我决定只收一半。为什么？我有一句格言，而且都有句名言：胜利即是正义。马月月案这么着急，这高处让我去案发现场干什么呀？了解公安的办案流程、侦查方式，对我们检察工作是有帮助的。哎，我觉得啊，高处是在考察你的逻辑思维能力。这案子还没破吧？应该还在侦破的过程中。有时候咱们检察院也会提前介入，第一时间介入到侦查活动，专门针对命案的。高检院不是提出了补诉议题、提前介入的改革吗？咱们院啊是试点单位，所以咱们检察院的公诉处可以从案发刚刚开始就介入，然后呢，批捕、起诉、出庭监督，一竿子查到底。私下做了不少功课呀。哎，前面快到了。哎，小韩。哎，小波，我来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高处新来的检察官助理付小柔。你好。你好，小柔，刑警队韩冰。马队让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案子的基本情况。来，这边。啊，谢谢。3天前，我们接到这家银行经理的报案。按照惯例，那天为银行的取款日，一名取款人员在保安和银行金库的管理员田明的陪同下，一起进入了金库。2人用密码和指纹打开了金库的最后一道门。当他们打开最后一道门的时候，被2名持刀蒙面劫匪当场抢劫。这是第1名死者，身中7刀，流血过多，导致当场死亡。这是第2名死者，身中5刀后，被凶手用扯断连接摄像头的电线，当场勒死。这边，这是第3名受害者，是银行金库管理员田明，身中3刀，流血过多，当场昏迷，现在正在医院抢救。根据核实，银行的200万现金和300块500克的金锭，现在下落不明。这些就是这个案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没有留下什么其他痕迹？当时我们从掉在地上的摄像头中找到了一段残留的影像，我们已经移交由技术部门鉴定。通过这段视频，我推理，因为外人是不可能知道监控系统电线藏在钱柜里的，所以一定是田明勾结2个蒙面人作案。利用这个视频的盲区，田明扯断电线，勒死银行管理员。在这个时候，外面的保安听到了声音要跑进来，结果被后面的2个蒙面人连刺数刀致死。可是没有想到，2个蒙面人想独吞财物，临时变卦，向田明刺了数刀。凭什么？
外面的是我们2个，你凭什么赢一半？没有我，你们谁也别想出去！别跟他废话，做了他！你这是对田明身受重伤的一种推理。你的推理性不错，但是推理只是逻辑分析，真正的答案还需要从证据当中去找。再仔细看看画面。我已经看了很多遍了。你觉得这里面没有问题吗？没有啊。你仔细看看墙面。你不是去过现场吗？我难道遗漏了什么？不可能啊！你仔细看看墙面。墙面。拿了枪赶快走啊！说好了，你们2个一半，剩下一半是我的。凭什么？外面的是我们2个，你凭什么一半？想反悔是不是？没有我，你们进得来吗？没有我，你们谁也别想出去！别跟他废话，做了他！墙面。什么情况？你谁啊？在这干什么呢？我是检察官助理付小柔，你是谁啊？这是我们刑警队马队，马立行。马队啊。谁让你来的？在这破坏现场，知道吗？马上给高建打电话。什么事儿？掐死我了！你知道顾先生每年给我们所带来多少收益吗？啊，你这样对待他，又伤感情，也减少你的收入和我的收入啊。第一，我和他之间根本没有感情，谈不上伤害。第二，一个律师的眼中不能只有钱。你给我站住！好，你不爱钱，你高尚，你可以分文不取的为委托人辩护，可是我们律所耗不起啊。你现在又把大客户得罪了，你这有违律师合伙人的素养啊！我宣布拒付此前所有你代理案件应得的律师费。既然是应得的，为什么要拒付？我不跟你玩文字游戏，叶子琪，我告诉你，你在我的律所就得遵守我的规矩。你去跟顾太太说，我们已经代理她丈夫的案件，你不能再代理她的案件了，否则我开除你。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从今天开始，
我离开你的律所。叶子欣，你公然违反合伙协议，我要告你！太迟了，我已经起诉了。从我加入律所到现在，所有的律师代理费全部都没有兑现。做好心理准备，赔一大笔钱吧。我一直忘了告诉你，其实你不适合打领带，知道为什么吗？脖子太短，最适合你的是一根上吊的绳子。都看什么看？凯文，私自进入犯罪现场，还袭警。哎，高处怎么了？亲自登门陪睡，那得点点好的。是啊，看你精神状态挺好的，不像受伤。我这是内伤，还一大包。你的人下手也太狠了。来，那个要牛肉，几点羹？来个清蒸鱼，再要份鸭肉。你去。哎，你干嘛去呢？还不都赖你？这案子换什么公诉人呢？我心里没底了。昨天晚上复查，看看有什么破绽。目无尊长，大尾包。我学生，干嘛还要尊重你啊？这不请你吃饭了吗？不犊子！谁让你去现场的？案发现场不能破坏，这规矩你不懂吗？没事儿，证据都固定完了。拿几瓶水去。好嘞。说说，发现什么了？田明是意外受伤，可是，在金库的墙面上发现了血迹，但在监控上却没有发现血迹。那说明，这监控有可能是假的，对吧？我是这样想的，不过单凭这一点好像没有办法证明这个，所以我还是会去找其他证据。小师妹，你有考虑过来我们律所吗？已经有无数律所向我伸出橄榄枝了。介绍一下贵律所的情况吧。我们有37名律师，去年人均收入超过同样规模，甚至规模更大的律师事务所，在江东市排名第1。我们只接受3种类型客户的委托：有潜力的大公司、银行，以及花钱不心疼的老板。换句话说，你们的律所只接受出得起钱的大客户。哎，但即便如此，我们固定每年淘汰10%的客户，为的是日上日高。到你们律所多长时间可以成合伙人？10年，每周工作80个小时的10年。虽然辛苦，但是你会发现，当上合伙人，一切都值得了。我们律所的合伙人，每年挣7位数以上，50岁之前，你就能实现财富自由。我在这家律所待了7年，前2年我的工资已经超过了7位数。但是你干得不开心。我调查过了，你现在的律所，律师的跳槽率是28%，这个数字在卡米洛特是0。最近3年，没有一个律师离开卡米洛特。那我再给你提供一个信息啊，每一块金子重500克，箱子里面有300块，加上箱子的重量，最少有300多斤吧，但是还是把那箱子抬出去了，这说明什么？要么箱子是空的，要么监控是假的。如果箱子是空的话，那金锭去哪儿？先转移啊！到时候干活啊，回头你见识见识公安是怎么问案的。那行，
一会儿让师叔好好教教你。那我得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让我佩服。嘿，吃吧。哦，对了，我最近接了一个大案子，没有意外的话，公诉人是高健。什么案子啊？马月月故意杀人案。给我看卷宗。卷宗要去检察院查阅。这是保密协议，每个律师都要签的。你怎么这么有自信能说服我开出的条件，哪个你们满意的？我？哪个我都不满意。那太好了，表示我还有努力的空间。难产。严守秘密是卡米诺特最基本的规矩。每一个受聘的律师都受过训示，快嘴快舌乃万恶之源。哎，我拿错了，你刚才签的是聘书啊？真的？啊？我早看出来了。你这次案子的代理费不少吧？会免费帮人打官司的律政佳人，居然还关心代理费？你这个现实主义者，若是不能一战成名，起码要捞个盘满钵满，否则的话，你是不会接这个案子的。心照不宣。其实，我何尝不是在帮你？你别以为你很了解我，你不是有自己的训示吗？什么？快嘴快舌，乃万恶之源。Cheers。欢迎。请多关照，老板。小柔，这是送给你的礼物。我也出钱了。欢迎新同事啊！谢谢啊。按照惯例，我们大家要给新来的同事开个欢迎会。你说咱们去吃西餐还是川菜？哎呀，别吃饭了，天天吃饭，我还减肥呢。咱们去逛街吧。不是，小柔，跟你有什么关系？人家小柔是新来的。对啊。小柔，你说西餐还是川菜？吃西餐，别吃饭了，吃西餐。好，小柔说西餐，那就西餐。走，下班。哎，你们干嘛呢？不下班了吗？怎么还不走啊？高冲，小柔不是新来的同事吗？我们想开个欢迎会，让我们增进感情。增进感情。对呀。在工作中也可以增进感情啊！正好我加班，你们跟我一块儿，把卷宗再看一遍，重要证据再检查一次。怎么到我这改规矩啦？肯定是刘明刚的那个案件出现了问题。好了，加班。加班吧。精确的 DNA 检测报告周3可以拿到，我安排专人周3去您那儿，只要报告一出来，就交给他就行了。好的。周3您能否到庭说明检验的依据？我要到周3中午才能到江东啊。中午才能到江东啊？不知道能不能赶上。啊，那没关系，这样，到时候我派人去高铁站接你。胡小柔，交给你个任务，周3一早去趟王教授那儿，就在那儿等着精确的 DNA 报告出来以后，马上送至法庭。中午去高铁站把王教授接到法庭，那个时间我应该已经在法庭上了。又让我跑腿儿。这不是一般的跑腿儿，是重要的证据。周32点之前，王教授必须到达法庭，能完成吗？能。
你已经经过层层考验了，可能已经被鬼界主信任了。可能被信任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已经通过了他的最初测试，接下来的道路会很曲折。好耶，加油吧！大家注意看，这个视频正好拍下了行凶者逃跑的画面。大家注意这个人，这个人就是持刀扎被害人的凶手。大家注意他之后的状态。通过这段视频，我们可以看到，被告人在慌忙逃跑时，他的脚踝撞到了玻璃门上，他的脚踝应该是出血了。肃静。被告人刘明刚，脚踝被磕伤的是谁？是我。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言语的证据，而是实实在在的客观证据。既然公诉人问了，相信他有充分的理由。这只鞋的内侧，公安人员已经提取到了血迹。根据公诉人之前播放的视频片段，现在可以确定，在这只鞋子上留下血迹的人，就是当天用刀子杀人的人。血迹已经进行了鉴定，就是被告人刘明刚所留。即使在鞋内提取到了 DNA， 也无法通过鉴定证明究竟是两兄弟中谁留下来的。公诉人要补充什么证据吗？高健，这次你输定了。审判长，公诉人申请出示新的证据。反对。审判长，这份证据公诉人并未向辩护人开示，有证据突袭的嫌疑。审判长，正是因为这份鉴定意见刚刚送到，所以还没来得及向辩护人开示。鉴于这份证据对本案的重要性，公诉人申请休庭30分钟，正好也给辩护人质证准备时间。辩护人有什么异议？没有。休庭。审判长，鉴于公诉人给出的这份鉴定意见非常专业，辩护人认为有必要请鉴定人出庭向我们解释一下这份鉴定意见的依据。公诉人对辩护人的请求，你有意见吗？肖荣同志，让你久等了。你的脚怎么了？没事，老李，麻烦开快点。鉴定人暂时不能到庭。大家肃静。审判长，辩护人认为，在鉴定人无法出庭解释的情况下，这份证据不应被采信，同时也请合议庭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审判长，辩护人说的有道理，公诉人现在就申请鉴定人到庭。传鉴定人到庭。
请问，目前全世界有什么方法可以区分同卵双胞胎的 DNA？ 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区别，但是它并不等同于同卵双胞胎就不能够被区别。不好意思，我不太清楚你的意思，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和你的妹妹买了2条完全相同的裙子，一人1条。在刚买来的时候，这2条裙子是一模一样的，你们也分不出来。但是过一段时间以后，你的那条裙子由于是水洗，有点缩水了，而你妹妹的那条一直是干洗，它没有缩水。从此之后，这2条裙子即使看着很像，但是你们却可以轻松地把它辨认出来。我们从犯罪现场2个兄弟的 DNA 里面进行了更深刻的分析，发现刘明强的 DNA 基因片段中出现了突变，而刘明刚的却没有。这只鞋子上面的血迹提取物中检测到的 DNA 并没有突变，所以它无疑是刘明刚的。今天怎么这么晚接王教授过来啊？打你电话也不通。我之前不是跟你说了吗？王教授对这次庭审非常重要。我知道。可是。可是什么？没有可是。高检察官，你说说你这厉害的样子，人家姑娘她这受伤了，还带着伤去接我，这不也没耽误咱们开庭不是？所以啊，就别发脾气了。好，谢谢王教授。王超，你送一下王教授。好，王教授请。上哪儿了？没事。张小波，你带付小柔马上到医院去，检查一下脚踝。啊，好。高进。我又输了。我赢的也不轻松。按理说，输了的人不应该提条件。但你也知道，他们2个兄弟偷补品是为了母亲的身体。现在如果2个兄弟都进了监狱，多病的母亲谁来照顾？我能理解，你是出于道德同情，想帮他们。但是情是情，法是法，这个你也应该清楚。如果他们真的不想让他们的母亲没人照顾，就不应该持刀杀人。另外，我相信刘明强的行为跟你无关，我能理解。作为辩护律师，你得全力以赴。但请你也相信我，我也是一个有同情心的人。执法为民吧。哟，高处来了！哎，鼓掌欢迎！哎，上来，找你有事。马月月的案子你接手了？陈检察官辞职了，我来向你了解一下案子案发经过。全力配合，高姐，
银行金库案很快就结案了，对嫌疑人的审问让小柔跟着一起参与一点。没问题。真是太好了。来，坐吧。有什么要了解的？首先，当时案发的时候，你们是怎么锁定马月月的？根据死者杨天当天的活动情况为线索，查找谁有可能和死者有交集，尤其是最后接触过死者的人。下一步就是犯罪动机。死者杨天平时和谁有矛盾啊？谁有谋杀他的可能啊？通过这些线索，我们锁定了马月月为最大嫌疑人。就是确定他是嫌疑人，是案发后的第几天呢？第2天就锁定了。正准备抓捕的时候，他就投案自首了。叶律师您好，我是来接你的，请辛苦。不用，这边。我是邓律师的秘书。我知道你叫沈杰，今年刚毕业1年，就做了邓律师的助手。听说你很有能力。谢谢您。您这边请。那您是先休息还是这边用餐？帮我点一份牛排，5成熟，1杯美式咖啡。记住我咖啡的糖只放3分之2糖。叶律师好。叶律师，这边是邓律师的办公室，您的在这边。这是我们的办公大厅，现在一共有37名律师。您的办公室在这边。怎么样，还满意吗？我喜欢的书都已经摆上了，不错。把这个绿植换成水培的，在我的办公桌上，在那个地方再加一盆。我喜欢有生气的地方。好的。还有马月月的案子，全部的卷宗20分钟之内必须出现在我的办公桌上。哦，好，明白。记住是全部。好的。以后不要称呼你，称呼你。啊，记住了。好的，那你先休息。邓律师。叶律师来了。啊，来了。这个叶律师好强的气场啊。职场精英的共性啊。不过，他也是有弱点的。什么弱点？从案发到第2天，他投案自首，他去哪儿了？他做了什么？卷宗中没有体现。他自己供述，犯罪之后去了海边，一直在纠结是否要自首。他只是认罪，其他的什么都没交代。马月从案发到投案的行踪，我还是有所怀疑。这个期间他去哪儿了？见了什么人？做了什么？这案子不起诉了吗？马月月认罪态度也挺好的，你觉得有问题啊？你查一下吧，查清楚了我心里踏实。行，你说查就查。田明吃了那么大的亏，怎么可能不交代你们的事儿？那你可以去问他呀。我这儿给你一个坦白的机会，说吧，金晶是不是藏在你们伪造监控的地方？制造假的监控录像，也就是说，肯定有第2现场了。确切的说，是第1案发现场。哦。够下本的你们，啊！小柔，这才是犯罪现场呢。金定呢？回家了，去。小柔，看明白了吗？看明白了，其实根本就没有匪徒入室抢劫，是王经理和田明，他们用蚂蚁搬家的方法，早就把金锭转移到这里藏了起来，然后为了掩饰金锭被盗的事实，
又策划了一场入室抢劫，先是伪造了现场，又假装自己是歹徒，录制了搬走金锭的视频。最后再扯断金库监控的连接线，毁掉了真实犯罪过程的监控录像，混淆视听。干什么？已经不错了，在现场溜达一圈，就能发现是熟人作案，比张小波强多了。一个检察官初来乍到的，要都像高健那么聪明，侦查你们也一起干了得了，让我们公安干嘛呀？嘿，我给你上的第一课就是眼见是实，耳听是虚；第二课就是告诉你，眼见也未必是事实，懂了吗？嗯。王经理，你说你跟田明是一条线上的蚂蚱，你为什么杀他呀？我觉得这种事儿，少一个人知道，便多一份安全。你以为你杀了他，我们就看不出来了？啊？你以为你们俩演个双簧就能骗过我们？你想杀田明，以为这样就能隐藏所有的事实，可是法网恢恢啊！田明倒地后，在现场留下的血迹，拆穿了你所有的谎言。即使你杀死了知情人，还伪造了案发现场。太天真了。怎么样，小柔，能当你师叔了吧？